觉得这片珊瑚健康吗？先说结论，对也不对。但是在揭晓为什么有这样的结论之前，让我们看看什么是珊瑚，而什么又是健康的珊瑚。撇开生物学家那套复杂的说明与解释，改用一般大众也听得懂的讲法。那在这边当然会有一些说法上的误差，但大致不会偏离太多。珊瑚从最小的单位来看，就是一只只的珊瑚虫所组成。你可以把这些珊瑚虫想成房东，而房客就是共生藻。共生藻提供能量给珊瑚，而珊瑚提供住处给共生藻。一栋刚盖好的房子会是什么颜色呢？在我认为，一栋刚盖好的房子会是白色的。珊瑚生长所产生的碳酸钙也是白色的。而我们也知道了，珊瑚的租金来源是体内的共生藻。而房客想把住家变得漂漂亮亮，于是会进行装潢、粉刷，也就是共生藻本身的颜色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珊瑚是五颜六色的。今天景气好，房东与房客的关系良好，当然没有问题。一旦经济不景气，房客缴不出房租并伤害房东时，你认为房东会做出什么事情？很简单，驱逐房客。房东一旦将房客赶出去，而又找不到新的房客时，房东只能靠自己勉强维持生活，但这样的状态撑不了太久。当房客的装潢脱落，露出白色的墙体时，珊瑚也慢慢的变白，这就是我们都听过的珊瑚白化。景气一旦回温，房东愿意找回房客，房客会再次装潢房子，珊瑚回到原本健康的样子，海底一片欣欣向荣。看看2024年时同一片珊瑚白化的状况，再看看2025年底时的情况，在这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珊瑚白化不等于珊瑚死亡。不过景气一旦萧条太久，房东太久没有租金，最终还是会饿死。想象一片没有人照顾的城市，斑驳的房屋上面长满了植物藤蔓，这就可以对照死掉的珊瑚上面长满了藻类。看完这个例子，你可以看到这片珊瑚上面有部分呈现非常健康的颜色，而也有部分长满了藻类。现在你觉得这片珊瑚健康吗？